传陛下口谕：苏氏妖言祸水，残害无辜，罪不容诛，赐死。谢承言明明说过既往不咎，却将我囚困于此，百般折辱。放肆！你竟敢直呼陛下名讳！赐毒酒。谢承言不可以这么对我，我哥哥要是回来……哼！苏将军因军前失误，已经死在战场上了。要不是叶将军力挽狂澜保下城池，苏将军就算死也难辞其咎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的殿下当初失忆的时候可有趣得很。还不肯认错，我非得撕了你这张冠冕堂皇的脸不可。快活酒的滋味如何？这就忍不住了？哼！谢承言，你杀了我又如何？那样的羞辱和玩弄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。陛下吩咐，要苏小姐日日受烙铁之刑，方能解除心头之恨。恶毒炮灰女配下线了，长得是真漂亮，居然是炮灰。女配炮灰值越高，女主光环就越大。反过来，她越炮灰，这设定还挺有意思的。谁在说话？什么炮灰？苏娘！苏娘，苏娘，你不能死！苏娘！苏娘！苏娘！娘娘，怎么了？不会是想着能嫁给我，高兴傻了吧？我竟然回到了被指婚给五皇子的那一天，我前世是疯了还是瞎了？哪怕不顾一切做侧妃，也要嫁给这晦气玩意儿。难道这就是临死之前那些声音里所说的炮灰女配的命运？瞧瞧这俩小的，还在那眉来眼去呢。请贵妃娘娘恕罪，臣女不能嫁给武殿下。你竟拿你我婚事之气！贵妃娘娘，此事另有隐情。殿下对臣女另眼相待，是因为臣女曾救过她。可事实是，救她的是臣女的姐姐苏萱。你说什么？你起来说话。殿下与臣女相识时，是因为臣女身上佩戴的玉坠而误认为臣女是她的救命恩人。实际上，这玉坠是臣女的姐姐赠予我的。姐姐知晓后愿意成全我们，可方才娘娘提及婚事，臣女心中难安，思索再三，不愿隐瞒此事。那你为何现在才说？早干什么去了？贵妃娘娘，你也看到了，对武殿下而言，她更看重的是救命之恩。如此，婚事不要也罢。
老五，你怎么说？狗东西，你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成？母后，儿臣一直以为苏鸟是当初救我之人，所以才处处包容关爱。那臣女在此恭祝殿下能得偿所愿，婚姻美满。罢了，今日全当本宫来这儿叙旧吧。贵妃娘娘，禀贵妃娘娘，臣女苏萱有事要说。起来吧。娘娘，臣女思前想后，终是心里难安。到底是妹妹太过顽劣，不该让五皇子因为欺瞒而定下婚约。其实那天救五皇子的人是臣女。萱儿，你在说什么？赏感减10分，光环减10分。不是说我在指婚后当众揭穿苏鸟冒领恩情的事，就可以增加她的炮灰值？我也会增加爽感和光环，为什么反而减少了呀？姐姐当初说愿意帮我隐瞒，如今却站出来拆穿，我也瞧不明白姐姐究竟是想做什么了。方才我向贵妃禀明实情时，也没有说你每每找借口陪我游玩，其实都是在和五殿下暗通款曲。我没有。赏感减5分，光环减5分。且你样貌平平，今日我本想成全于你，却没想到你会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。娘娘，你我是亲姐妹，怎可这般污蔑我呢？五殿下送你的夜明珠还在身上吧？不承认的话，我自己找出来，如何？赏感减5分，光环减5分。我的分数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真的收了夜明珠？娘，我……这夜明珠是我自愿赠予他的。既然五殿下和姐姐郎情妾意，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。萱儿，将不该收的东西还回去。娘，夫人，夫人，老身有罪。前世就是这位秦妈妈毫无征兆地道出我并非国公夫人所生，一夕之间我成了来路不明的新姬女。秦妈妈，您这是何意？二小姐她并非是您的亲生骨肉，当年您探亲回来的路上难产血崩，若再次受到打击，只怕早已成为一捧黄土，所以我才把二小姐抱过来。娘娘，今日闹剧，皆因臣妇小女儿一时贪念，臣妇会将她送回乡下庄子思过，还请娘娘宽恕。老五，走吧。娘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娘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可今日之事若无选择，你与你姐姐往后的名声恐怕是要……娘不必为难，女儿愿意去的。委屈娘娘了。娘，那我要买好多好多东西去庄子里。买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够和娘说啊。好，知道要被送走，一向骄横跋扈的苏鸟居然没有大闹，炮灰值也没有增加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那我先去买东西，收拾一下，今晚就走。我越炮灰，苏萱的女主光环就越大。狗屁！待我之后再慢慢对付你。李叔，用最快的速度到庄子。小姐，夫人因为您不是亲生的，就把您送到乡下庄子里去，这和被贬差不多。您为何这么高兴啊？乡下有更重要的在等着我。哦，这个时间点，狗皇帝还只是皇子，失忆流落在了乡下，被一家农户捡了回去，一无所有，正是收拾他的好时机。谢晨言，前世囚禁赐死之仇，
我很快就向你讨回来。掌柜的，听闻你们这里有只血参，可卖？啊，那个是我们镇店之宝，不卖的。1000两。姑娘，这血参可从100年前传下来的。3000两。姑娘，5000两。那算了。哎，卖，包卖的，包卖的。前世叶琳琅就是凭着这只血参，帮了失忆时的谢承彦。谢承彦恢复记忆后，一路扶持叶琳琅，让她做了女将军。却也正是因为她决策失误，在战场上害死了我哥哥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借此结交。姑娘，请留步。恕在下冒昧，家中亲人病重，姑娘手中的血参可否转卖些许给在下？不行，我若直接动手杀了他，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不卖。在下只要一些参须即可。若小姐愿意帮忙，在下可以报答。既然要杀，留在身边总更容易下手些。我身边刚好缺个仆人，你要在我身边做3个月的仆人，任凭差遣，我就卖一些参须给你，如何？可以，多谢小姐。这血参要等到了地方才能给你，否则像你们这种刁民，万一跑了怎么办？小姐，我不会跑。你的承诺一文不值，走吧。总觉得这位小姐对我敌意颇深，难道是旧相识？可我已经不记得以前的事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跪下！我要上马车。怎么不愿意？下人都不会等，还想换血参？这是缘，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恨间，笑容更是个你的脸。放肆！必须马上弄死他。但他又不是傻子，站着让我杀，得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才行。有了，去镇上最大的铺子。小姐，我们这一路买了这么多东西，马车外都绑不下了。去了乡下可不好买，去庄子的山路上时常闹山匪。我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肯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正好借山匪之手杀了这口东西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小姐，怎么办啊？来了。你还不快去拦住他们！放心，小姐。真有不怕死，
兄弟们，给我杀了他，再抢东西！上！嘿，呀！我，小姐，这临时请的仆人好生厉害。站住！小姐，山匪已经解决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过去定然与我相识。这也太难杀了，都失忆了，武功却没忘，真是烦死了。小姐，你说谁难杀啊？去，让那个狗，让陈燕给我打洗脚水来。哦，好。就算是失忆，他骨子里的高洁仍然没有变。让他打洗脚水，他一定觉得委屈极了。小姐，您要的洗脚水。还不肯认错？以玩弄他人为乐，践踏人心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来人，灌药！我非撕了你这张冠冕堂皇的脸不可！水这么烫，是想烫死本小姐？凉了。我要你跪着伺候。滚出去！陈燕在干什么？回小姐的话，陈燕一早将雪生须送到村子里后，就一直在外候着，等着您差遣。有什么办法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解决掉他呢？有了！听闻最近山里有红狐出没，你去猎几只来。我想要做狐裘大场，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是。李叔，给的武器没问题。遵照小姐您的吩咐，我去仓库里拿了一个最破的，肯定用不了。这段时间，附近山中闹出了黑熊杀人，谢晨燕没有武器在手，你如何敌得过此等庞然大物？立春，让你设的陷阱都妥当了。小姐放心，都安排妥当了。这是下山的必经之路，只要一经过，就必定中招。双管齐下，就算大黑熊杀不死你，有这陷阱，你也难逃一死。
怎么还没回来？应该快了吧？天都这么黑了。应该快了。山中有野兽，他不可能过夜的。立春，你再去检查下陷阱。好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后面。在深山里的大黑熊怎么会出现在金山路上？退到后面。小姐。你受伤了。这个玉佩，前世濒死之际抱住我的人是谢晨燕。若要毒死我，那为何还要救我？难道想毒死我的另有其人？还是他不想我死得那么快，想继续折辱？他前世囚禁你，折辱你，现在受点伤怎么了？活该，没死都算他命大。可毕竟那是前世，现在他救了你2次了。那我送个药，就算是扯平了。药给你，别死我家，晦气。玉药。看什么看？本小姐家大业大，区区玉药。麻烦小姐帮我上药。什么？刚刚的陷阱是怎么回事？什么陷阱？他在箭矢射出之前就开了口，明显是知情的，是吗？还以为你要杀我。这谢晨燕都失忆了，还这么难缠。之前听村里人提过，为了防范山上的野兽，设了陷阱。我也是怕你受伤，才会在那边等待。是吗？是啊。若方才我露一点破绽，我敢打赌，他肯定已经在酝酿我最惨烈的死法。若再下手，必须更谨慎筹谋，一击毙命，万无一失才行。他定然与我相识，甚至仇怨极深，不然不会对下杀手。可我即便失忆，也清楚知道自己并非极恶之人。我跟他到底发生过什么？还是说我对他做过什么？就是国公府下人吃的茶，都比这好100倍。小姐，这儿毕竟是乡下庄子，你要不尝尝我给您买的果子，都是村里人自己酿做的。这不是谢晨燕的义妹吗？怎么脏兮兮的呀？你干什么？小姐，这光天化日的，是人贩子，快去找护卫，我先去追。好。也不知道哪来的富家女，生得好样貌，真是个蠢的。
竟然一个人追上来了！站住！来到青楼楚馆，那绝对是摇钱树。慢点儿，等他追上来。走了。站住！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敢当你姑奶奶的面路人，还让我去爱你爹，这让我火气我，还想抓你姑奶奶我，看你有几条命在！小姐，瘟神怎么来了？来多久了？好像是你骑上去的时候。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小鬼，知道你很脏吗？姐姐厉害，阿妮喜欢姐姐，好喜欢。你赶紧收拾下他，我眼睛都看疼，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护不好，要你何用？哼！哥哥，漂亮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不是，姐姐是不喜欢哥哥。这人骄纵肆意，嘴上不饶人，心肠倒是软。这好看，老板，我要这个。这是我先瞧上的。叶琳琅，谁先瞧上就是谁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刚才在2楼吃酒的时候就已经瞧上了。我出10倍价格，我出20倍。是，前世谢晨燕就是这个时候成了叶琳琅的下属，被他带回京城。而叶琳琅也因谢晨燕多番助力，在荆州迅速站稳脚跟，才有机会与哥哥一同出征，最后害死了哥哥。助力，我偏要你们2人成孽缘，结恶果。打他！小姐，确实是人家先拿到的，若是强抢，于理不合。好生把握的做派啊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便想仗势欺人，我叶某今日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无知的小娘子！好深厚的内力，难怪小娘子这般有恃无恐，原来是有高手坐镇。家中小姐年纪尚小，行事冲动，还请海涵。行了，本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逗弄一下漂亮小娘子罢了。给你吧，算叶某送的。前世，这人就爱装出潇洒大度的模样，在谢青兰、谢晨燕和一干将士面前称兄道弟，毫不避嫌。若旁人介意，那便是他心思龌龊狭隘。你为何不帮我？确实是人家占理啊，这般明抢，不妥。可你是我的仆人，我给你血身帮你救人，你说好任我差遣，却在这里和我讲大道理。我就算是养条狗，都知道朝谁摇尾巴。前世谢晨燕就是这么一次次护着叶琳琅，这个勾引谢青兰的第3者，一次次的偏帮维护。到了我这，却跟我说什么于理不合，虚假伪善的恶心东西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立春，回来。哼！哼！啊！来呀，快来嘛！站住！哼！有何贵干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家主5两银子，把你卖给我们老板了。识相的乖乖进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一顿毒打，伤了皮囊，坏了品相。能开秦楼楚馆，身后必定有大佛撑腰。他谢晨燕就算再能打，
那些打手也不是吃白饭的，打得过免不了吃点苦，打不过就乖乖留下当头牌。我怎么生得如此冰雪聪明？小姐，是陈叶一没卖身给我们，二还就卖了5两，这都是他应得的。李春，拿去买2串糖葫芦送给他妹妹。小可怜，哥哥都被卖进了南风馆。好。干什么？放手！早知今日就不该只带谢晨燕出门，都怪他。小姐，滚开！别拿你的脏手碰我。待会儿你就叫我心疼你了，小娘子。小娘子，是哪个不长眼给我？陈燕，大胆！你想做什么？区区5两，你就把我卖了？我为什么卖你？你心里难道不清楚？如此不知维护自家小姐的仆人，我要来有何用？别说是5两，就算是5分钱，我想卖就卖，能奈我何？你口口声声叫我小姐，心里又何曾真的把我当主子？只是满口仁义罢了。升米恩，斗米仇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。姑娘的嘴好生厉害，平白无故就要将这位公子卖去南风馆，若非遇上我，所受的遭遇恐怕比现在还要难堪100倍。如此恶毒，竟还要倒打一耙，阴魂不散，属狗的吧？鼻子倒是挺灵，这都被你闻见了。哼，果然是闺阁里出来的娇滴滴大小姐，只想在后宅之斗，耍个嘴皮子、花架子，屁不是。公子这样的人物，跟着他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你功夫那么好，要不要考虑来我的麾下替我做事？我定不亏待。你少做梦！我与他有3月之约。既如此，那3月之后我再来寻你，你也好生想清楚。随我从军，不失为良将，是机缘。好。3月之后，你要跟他走？尚在考虑。绝不会让他带走你。南风馆的事只是小小教训，也是警告，切莫再有下次。3个月，哼，我保证你活不到那时候。我保证你活不到那时候。他确实刁蛮任性，可他给了血身救沈娘，还救了妹妹，都是大恩。而我今日属实惹恼了他，卖一遭南风馆能让他消气，那便罢了，总归也没什么损失。今日结场之事是我不对，给小姐赔罪了。端个洗脚水就能赔罪抵消，你当你多金贵啊？那小姐想怎样？我要你给我跪着洗脚。上辈子即便是被折腾的要死，他都不肯服软，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的伺候人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忍到几时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小姐所言于我而言，并非难事。若真论起来，是您吃亏了。哼，就知道你虚伪。若小姐真不介意被我这样出身的人触碰肌肤，那属下便不再推辞。陛下吩咐，要苏小姐日日受烙铁之刑，方能解除心头之恨。
这是我第一次想要欺负人，这种高高在上的娇小姐，被戏弄的感觉。我怎么能生出此等龌龊的想法呢？想来，事事一直牵与他的过节，恐怕多数是我的问题吧。那我不打扰小姐休息了。远远青山去。此处绝对有深隐蔽。喝水，歇歇再走吧。多谢小姐。喝下这加了软筋散的水，我便趁机杀了他。到时就说他被野兽给吃了。只要我受点伤，就绝不会怀疑到我头上。歇，还要再歇一下。这水就是刚刚小姐给我的。我下的不是软筋散吗？这怎么还有催情的效果？这些杀手是冲我来的。苏鸟就是个纸片人，炮灰命。女主光环越大，苏鸟就越炮灰。苏轩定情，身份水涨船高，光环也跟着增加。所以就算我什么都不做，都会因为他的增幅而倒霉。真该死！天杀的！明明是骗他进来要杀他，怎么倒霉的是我呀？这下真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不过能跟你死在一块儿，也还不错。拖着你下地狱，至少也不亏。他竟然愿意与我同生共死啊！哼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我不会让你有事。苏娘，把眼睛闭上。呀！陈烨，你受伤了。苏小姐，劳烦扶我一把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只要我丢下他不管，他必死无疑。不行，眼前是深山密林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杀手。如果他出事，就没人能带我出去了。凑合凑合，活到把我带出去，就可以死了。好疼！冒犯了。还以为他要丢下我不管了呢。小姐，我背后有伤不能背你，手臂也累极不能用力，所以劳烦苏小姐，抱紧我些。这应该是猎户住处，在这叙旧一晚吧。好脏啊，都不知道什么蛇虫鼠蚁爬过。
苏小姐，别说话，你身上好暖和。因为我受伤在发热。真好，再热一些就更好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昨晚失踪了一整夜，可吓坏奴婢了。没事，山里面的路耽搁了。小姐失踪，国公爷和夫人都很担心，小姐还是随我们回去吧。是该回去一趟，好好探清楚刺杀的由来，到底是否和我这所谓的炮灰只有关系。立春，收拾东西。是。陈燕，你我的3月主仆之约可尚未结束，我回京的这阵，你可千万别跑了。妹妹，你知道你失踪了1天1夜，爹娘都吃不下饭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可算是万幸。姐姐这话说的，好似我被人掳走了一样。在家中也就罢了，倘若是在外面，岂不要毁了我的名声？妹妹，我只是关心你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就跟猎人一起上山了呢？这孤男寡女的，清白被毁，不管真假，一旦被质疑，我的爽感和光环就又可以增加了。是啊，袅袅，你怎么会在山上耽搁了一夜呢？你一个千金小姐，你上山做甚？爹，娘，女儿是受了莫大的委屈，女儿委屈，爹娘竟怀疑女儿清白。立春，女儿之所以在山中耽搁了一夜，是因为娘的生辰将近，女儿想亲手猎户，给娘做一件大氅。这是你猎的？狐狸狡猾，女儿和仆人蹲了一整夜，天将亮时才由她落了网。回到庄子，见苏总管在等我，便匆匆回了去。那这大氅是女儿一路回来赶制的。哎呦，我的娘娘，是娘错怪你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只要娘喜欢袅袅的心意，袅袅受点伤，受点委屈，都没什么。你受伤了，快让娘瞧瞧。脚崴了下，已经好了。老爷，你快看我们的袅袅。袅袅终于懂事了。那娘喜欢吗？喜欢，娘怎么会不喜欢？娘生辰呐，就穿它。那你手头如今还宽裕吗？娘再给你些银两。谢谢娘，不过猎狐一事让姐姐生了误会，是袅袅的不是。轩儿，不可这般想你妹妹。爽感减10，光环减10。怎么会这样啊？5000两，1万两。原来这就是小姐为什么非要在途中悄悄去买大氅的原因。哼，看夫人被您感动的哭了好久呢，就连国公爷的眼睛都红了呢。当我毫无准备，还想坑我？他苏轩想借此踩着我增加爽感和光环，我就让他狠狠的甩。想克我没门儿！看夫人这态度，说不定小姐都不用回庄子上去了。呸！怎么第一个想到他？想到谁？不回是不可能的，最多待几日，待到苏轩顺利加入五皇子府后，才会让我回来。陈燕，你我的3月主仆之约可尚未结束，我回京的这阵，你可千万别跑了。我就在这里，你可会回？
听闻武殿下找了红秀阁，让他们最好的绣娘专程空出来为苏小姐绣制婚服，着实用心。妹妹，原本大公主她只要约了我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也是国公府的二小姐，也要你一同来。说的好听是二小姐，实际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出身。我就说，做姐姐的知书达理，做妹妹的怎么刁蛮任性成这样？原来并非亲生，或许是刁民所生，所以性子才这样。你们快别这么说了。虽然妹妹的身世成谜，但是国公教育这么多年，肯定是会有教诲的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刁民所生，怎么教诲也成不了小姐。都被送到乡下了，居然还舔着脸来参加宴会，真是晦气。苏娘，按你以往的脾气，被人这么当众揭短，势必要和他们动起手来，如此便会越发遭人厌恶，增加炮灰值。我只是应姐姐所要来参加宴会而已，为何你们都欺负我？我尚在襁褓中就被错报，这件事情并非我所愿，姐姐又为何总拿这件事情出来说？难道这是我的错吗？我并非这个意思。还是你想告诉大家，我出身低微，不配做你妹妹？他说的也没错呀，又不是他想被报错的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的好妹妹。她怎么都不生气啊？发生何事了？殿下，没什么事，就是妹妹身份的事，她有点介怀。姐姐，我并没有威胁到你什么，现在你已经和武殿下定亲了，难道还在为之前的事介怀？所以才屡屡暗示我身份低微。要不是苏轩一直在提，今日本也无人在意此事。我看是苏轩觉得自己长得不如苏娘，怕殿下变心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苏鸟生的这般动人？娘娘，此事是你姐姐不该，我替她向你赔个不是。赏感减10，光环减10。殿下，娘娘就是因为送到乡下的事情有些介意，她在怪我。她性子本就骄纵，如今被送到乡下，心中难免有些怨言。你向来知书达理，为何当众说她出身呢？殿下，你是在怪我吗？你我如今已经定亲，你也是未来王妃，怎么这般小家子气？要说气质和样貌，她还真不如苏娘。赏感减5分，光环减5分。苏娘这一趟回来，我竟然掉了25分，之前所有的招数都失灵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突然感觉神清气爽，难不成我要走运了？是他前世折磨我的嬷嬷，怎么会是大公主府的人？公主殿下，前世折磨我的人，难道不是谢承彦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接小姐回去。好端端的不待在乡下，现在回京做什么？要是被人认出来，提前回宫怎么办？你先进马车。
李叔，快走！大殿下，你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京城来了？知不知道京城遍地权贵，就你这乡巴佬，怎么得罪人都不知道？真出了事儿，我都不知道上哪儿挖你的尸。你在担心我？又不是人人都同我这般良善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是个木头吗？都不知道躲开。躲开你会受伤。你且在这里等我片刻，我回去和爹娘禀报一声，便回庄里。好。娘娘，可否下车一叙？好。你先别下去，要是让人瞧见我和一男子同乘马车，会惹非议。可不能让谢青兰看到他，会认出来的。小姐言之有理，我去看看。虎殿下，你拦我做事？娘娘，你怎么走得如此匆忙？虎殿下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，请你不要再这么称呼我了。我知你心中还有我，只是如今你的身份，不过无妨。娘娘，我想了一个两全之策，待我与你姐姐大婚之后，等1个月，我便引你做侧妃，可好？你说只是看重恩情，还说我刁蛮任性，之前对我都是多番忍让。我之前是那样想的，但如今我只觉得你这样的秉性，并非刁蛮，而是率真可爱。你说我率真可爱？你离我远点！他这眼神，怎么感觉我好像成了香饽饽？明明解除婚约那日，他对我只有厌恶。娘娘，武殿下，你不要再缠着我，不然我就告诉爹娘和姐姐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罢了，等你气消了，我再与你好好谈。莫非是苏轩这几次吃亏的缘故，导致谢青兰和他出现了嫌隙？我和苏轩之间看起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，苏轩没得逞，他的光环值降低，我就不会这么炮灰和倒霉。反过来，如果我越来越好的话，他反而会不顺。要是我不杀谢承业，选择抱他大腿，让他爱上我的话，将来恢复记忆，我的身份水涨船高，苏轩的光环值就会更低，便就更不会对我产生影响。你可是恼我在这儿，坏了你们叙旧。小姐与五皇子相熟？熟得很，差点都定亲了。他和苏轩都定亲了，锁死不好吗？还巴巴的来追我，侧妃，简直是笑话！我看到他就烦，要不是他是皇子，我就揍他。你不喜欢他？呸！我怎么可能喜欢那家伙？恶心死我！要说能配得上本小姐的呀，怎么也得是人中龙凤才行。他五皇子算什么东西？我才瞧不上。他连皇子都瞧不上，我一个乡下莽夫，怎么敢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谢承彦脾气古怪，又是个硬骨头，前世我那般羞辱他都不曾屈服，眼下要怎么做，才能让他在短时间内对我产生好感？这画本子上光写见色起意，怎么没点有用的？小姐，你在看什么呢？都看了一上午了。立春，你说
我若想要一男子心甘情愿为我所用，应当做什么？小姐，您生的顶顶好看，您啊都不用开口，只需对他笑一笑，定能将人的魂儿给勾了。可对方早在我的美貌之下习以为常，又该如何？那用钱砸夫？这个不要，其余的都给我包起来。那请问您是要自己穿，还是要给哪位啊？给他。量个身，定制的工期要短些。天快凉了，我可以加钱。好嘞，好嘞。底子好，真是配什么都好看。我不需要。你是我的人，出去撑的是我的面，怎么不需要？客官，您随我来屏风后脱衣，我给您量个身。我不喜欢生人碰触。啊，这……小姐，可否帮忙？我家小姐什么身份？也是你能差使的？是我冒昧了。这人前世就是这狗德行，挑剔事多，性情还阴晴不定。听闻后宫无一妃嫔，想讨好他比登天还难。算我欠你的，上哪儿找我这么人美心善的主子？这怎么感觉好热啊？小姐，你转过去。又不是没见过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量个身罢了。快穿上，别着凉。你莫不是要囚禁我？你怎么敢？你永远都别想离开我。陈燕怎么没在外面候着？陈燕一早告假回陈家去了。昨天夜里不知怎的，陈燕突然去院子里打水，来来回回冲了好几次凉呢。天太热了。这几天都遇不到他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时间可不多了。陈燕，出来，我知道你在。我隔着门都闻到你身上的冷木头味了，你出来，我有事儿找你。想必你也看出来，本小姐呢十分赏识你。你说说，到底怎么才能一直听我话？你想让我听话？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说什么就做什么，从今往后只听命我一人。小姐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要买你这辈子，你开个价。你让我做你一辈子仆人？倒也不一定非得是仆人，也可以是师傅啊。你可以教我射箭打猎吗？总之就是一辈子都要听我的。啊！
出去。我也没说错呀，他凭什么推我出来？男人心，海底针，这谢晨言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？怎么才能让他乖乖听话？啊，好困，明天再想吧。撩了我，竟然还能睡得这般安稳。陈燕，我出1万两，你再加5000，你就说从不从吧。苏小姐真是慧眼如炬啊！这一般的货色都不会拿出来污了你的眼。您瞧瞧，这都是独一无二，看着还算别致。第一眼看着还行，细看之下，跟京城之中的比还是差远了。掌柜的要是拿不出好东西，就别耽误我时间了。立春，我们走。想走？苏小姐，是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小姐，着火了！疯鸟，陈燕，小姐，快走！小姐，我们快走！别管我，走！当你背影转身后，吞噬在人海中，不甘的寂寞。小姐，陈燕，不是让你回去，可是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种忘恩负义之人。赶快走，小姐！喂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也受伤了，在下皮糙肉厚，不碍事。疼，小姐忍着些。你个莽夫，就不能轻点？疼死我了！放开我！救命！别杀我！我不想死。谢晨燕，救我！谢晨燕，谢晨燕，你言而无信，混蛋！谢晨燕是谁？这般令你伤心和惦记，是你的心上人吗？好想将你囚起来，这样你便只能看到我。小姐，你终于退烧了。昨天晚上多亏了陈燕伺候您一整晚，也怪我竟睡昏在门口。昨天才死里逃生，你也受了惊吓，不必自责。山里的杀手，还有这次的掌柜的，是谁屡次要置我于死地？大小姐她处处针对您，会不会是她？应当不是她。我和苏轩此消彼长，若我死了，于他而言就无用了。他只想着我这辈子都倒霉活着，成为他的踏脚石。那还会有谁和小姐您有这般深的过节？大公主是谢晨燕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在谢晨燕登基之后，关系似乎并不亲近。既如此，公主府的嬷嬷如何会听命谢晨燕？恐怕前世奉命虐杀我的背后，
另有其人，会是大公主吗？可我从未得罪过她。你就这双眼最像她。阿言，这辈子都不要摘下面具，一直就这么陪着本宫。陈燕，尝尝这点心。小姐亲手做的？怎么可能？丽春去一品局买的。听说这家的蟹粉汤包得排个把时辰才能买到，你一定没尝过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小姐过来，所谓何事？从京城回来，小姐待我态度有所不同，若是有何目的，不妨直说。这么明显吗？我想令你对我生出情意，将来便能帮哥哥多要些筹码，可以避免被叶琳琅害死。这话要怎么说？因为我倾慕你啊。倾慕？我不觉得在下身有所长，值得小姐倾慕。因为你高大英俊，武功高强，又怎能救我于危难之时？我……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当然。你怀里藏了什么这么硬？好灵动的木雕，这神情姿态，怎么感觉有点眼熟？是你。你竟偷偷观察本小姐，陈燕，你是不是早就心悦于我？陈燕，谢陈燕，你可是将我当做他的替身。他若是心悦于我，那事情可就简单多了。陈燕，苏娘，招了我，你这辈子绝无反悔可能。我就说，没人能逃得过本小姐的魅力。谢陈燕，咱们俩是互相招惹，且等着这辈子我一定治得你服帖。谢陈燕，救我！出来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可识得此物？你们几个的玉佩背面都有与我一样的勾纹，若是哪日出了事，以此为信。是。你为何现在才来？殿下前去调查水匪一事，船只突逢大火，等我们赶过去时，已找不到你。陛下得知此事后，按下不发，秘密派人寻找。可1个多月过去，始终没能寻到您的下落。直到前些日子，属下在京中看到你，追查之下，这才知道殿下在这里。之前首饰铺子着火时，我是隐隐想起，之前也有这样的经历。加上沈娘说是在河里救的我，想必是船只着火后沉入水中，我因昏迷漂浮到了此地。我失去了一些记忆，我是哪位皇子？您是陛下长子，大皇子殿下谢陈燕。我是谢陈燕，所以他之前喊的人是我。我和苏国公府二小姐苏娘可有过往？苏家二小姐，殿下和她不熟啊？哦，殿下12岁那年，在大公主府，应该是见过她。当时二小姐意外落水，您恰巧经过，她便以为是您推她下水，好像救上来后还扇了您一巴掌。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，可若是为了这个要杀我，这小孔雀的气性太大了些啊！殿下，你可还记得失火时发生了什么？我只记得当时我被困住，应该是受了伤昏迷了过去。水匪一事，我调查的如何了？殿下当时已然查清，只差交出幕后之人。当日的行动也只有殿下与属下几人知晓。本不该如此。当时火势迅猛，你没有救援不及，他们除了取我性命，
还要销毁证据。看来我应该是在船上发现了什么东西。找到我一事暂且保密，你去查查水匪可还有活口。是。这背后之人不清，只怕是连他都会有危险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竟然是他！陈公子，又见面了。想到如此人才被埋没在此，心中不免可惜，所以我便来寻你，让你随我回京去。回京？对啊，我祖父可是鼎鼎有名的叶将军，你跟着我从小将做起，保你3年内晋升5品将领。那就多谢叶姑娘。我等你。他答应了。吃里扒外，他竟然还想跟叶琳琅走。小姐，您说的吃里扒外是？就是陈烨那个狗东西。不行，我绝不会允许这件事发生。若要我再眼睁睁看着他帮助叶琳琅，导致哥哥丧命，我岂不白活了？谢陈烨，你不忍，休怪我不义。好疼！你没中迷药？你要杀我？是，谁让你不听我的，非要和那叶琳琅凑到一处去？就因为我要跟他回京，你就要杀我？没错。哼！为什么？你还问我为什么？哼！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依然要跟他走。既然如此，好，陈烨，从今日起，3月的契约作废，你我两清了。你滚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我既下不去手杀你，也拦不住。哥哥那里我自己去救。狗东西，真是气煞我也！招惹了我，岂是你说两清就能两清的？殿下，您要我寻的宅子已经找好了，另外安排了数百人守卫，人一旦进入宅内，插翅难飞。我若将你困住，你便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视线。小姐，回京一事，在下考虑之后，想另做打算。小姐，陈烨，大小姐天没亮就回京了。小姐，您都在舒府外蹲了半天了，您在等谁啊？等舒玄清。等舒将军？听闻他打了胜仗才回京，现在应该正在宫中受赏才是啊。是啊，那总要回家的。我等你半天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暂时没有成亲的打算，姑娘请自重。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叫谁哥哥？18年前，你要和苏国公夫人一同在乡下生产，但生下我后就难产而亡，只留下了这玉佩。之后我就被抱走，送给了苏国公夫人。1个月前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并非苏家的孩子。这么一看，你与我娘的确有几分相似，而且性子还这么虎，和我一样碎三天，一看就是我的妹妹。哥哥，我等了你好久了。妹妹，爹带我去乡下时，一不见你的踪影，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。好，走，我们回家说。
这就相认了，是不是太轻易了点儿？我家小姐终于有家人了，再也不是他们口中没人要的野孩子了。将军府小姐，以后再也没人说我家小姐不是了。你就这么确定你家小姐是舒家人？要不然呢？你看我家小姐和舒将军长得多像啊，一看就是亲兄妹。脑回路都在一条线上，的确是亲兄妹无疑了。我该拿你如何是好？这双眼睛为何不能只看我一人？又为何要对别人那样笑？若我为你亲手打造一座黄金雀楼，将你锁在我身边，从此以后只有你我相伴可好？你不说话，我便当你答应了。小姐这是招了蚊子吗？不应该啊，我明明点了草药的。昨晚睡得沉，就跟被鬼压了似的。小姐，你可莫要乱说，吓死个人了。你怕什么？被压的人是我。宫宴请柬，罢了，宫宴拒不得。这蚊子可真会挑地方呀！多谢皇上。想必舒将军也到了年纪，可有心仪的女子？朕可为你做主。臣暂时未有成亲的打算，只想在回边关之前，与家人好好相聚。好，舒将军，请坐。谢皇上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爽感和光环值非但没有增加，前2日不知什么缘由，还突然又减了10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还怎么做大女主啊？宫宴这样的场合，若是能令他出丑，便会狠狠增加炮灰值。系统，我要用10分的光环值兑换荣贵妃开口，让苏鸟陷我。扣除光环10分，兑换10秒控制时间。本宫听闻苏家2小姐善舞，今日贺宴，不如应舞一曲。满京城的人，谁不知道我琴棋书画样样不精通？荣贵妃怎么会突然开口？贵妃娘娘谬赞，臣女只是学过一些时日，并不精通。臣女愿为妹妹伴曲。好，莫非又是你搞的鬼？妹妹，请吧。哼。啊，苏家2小姐的舞姿果然明艳动人。苏家大小姐的琴弹得也不错。贵妃娘娘也算是给足了未来儿媳妇面子，这也叫不错。弹错了好几次，不会弹琴还自荐，丢不丢人？爽感减5分，光环减5分。妹妹一直住在乡下，从何处学的舞蹈？专程找了个师傅教的。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上不了台面。以她现在的身份，也进不了高门，谁会要她？
赏感加5分，光环加5分。父皇，袅袅虽不是国公爷和夫人亲生的，但好歹也在膝下10几年，儿臣愿给她一个侧妃的身份。让她做侧妃，她配吗？哼，来路不明，做个妾都是抬举。他并非什么来路不明的人，陛下，她乃本将军府的人。嫡出大小姐是本将军的亲妹妹。哦，什么？赏感减10分，光环减10分。竟然当年还有这一番过往，如今舒将军找到妹妹，也是一番喜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臣妾这般瞧着，这两兄妹还真有些相像呢。怎么可能？野丫头竟然是舒将军的妹妹，那她的身份岂不是比我还高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系统，回答我！系统。好，重重都有赏。谢陛下。哈哈哈哈。陛下都给了我赏赐了，好事连连。此消彼长，苏轩的光环应该都掉没了吧？不疼。娘娘，你恢复记忆了。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啊！为啥呀，小姐？就算是要去舒将军府上，我们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啊。急得很，我们要连夜跑，这事绝对不能连累我哥，所以得跑得越远越好。哦，你恢复记忆了？小姐看起来好像并不希望。怎么会？我又不知道你之前失忆了。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皇上，嘘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小姐是要去哪儿？这深更半夜的，小姐是要去哪儿？吃多了，出来消消食。这么巧？不巧，我专程在此等你。啊！这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多少有些不合适。不然，我们各回各府。这次准备抛下我去哪儿？说什么抛下？我都说了出来消个食。之前在庄子里，你可不是这个态度，还是说，你一直在玩弄我的感情？怎么可能？我对殿下一片真心，只是如今身份配不上。事到如今还满口谎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本殿特别好骗，特别好戏耍？我没有，你先别否。不如这样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本殿也将你囚起来，可好？既如此，索性就搏一把。我对殿下一片赤诚倾慕，日月可见。你以为本殿还会？苏娘，你方才说的话，本殿信了。但若有朝一日你敢变心，本殿定叫你生不如死。
要在那疯子眼皮子底下行事成功，还得慎重，计划周全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你知道外面的人都在传您在大皇子流落期间欺辱过他，现在宫里来了人，让您进宫面圣啊！什么？朕听闻，大皇子流落民间时曾做过舒小姐的仆人，此事可为真？回陛下的话，妹妹去庄子的时候，确有一名仆人。但样貌却跟大殿下有几分相似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妹妹从小骄纵蛮横。叶统领，听闻你也在庄子内见过舒小姐带着一个仆人。回皇上，臣在镇子上和庄子上皆见过舒小姐带着一名男仆。当时臣便觉得这名男仆气度不凡，不似寻常之人。可是舒小姐对臣恶语相向，甚至喝止男仆，便不了了之。舒小姐的仆人是不是画中的男子？长得有7、8分相似。那他对待仆人的态度如何？听闻京城来的大小姐脾气不好，时常打骂底下的人。民妇倒也未亲眼所见，但见过仆人经常半夜被差使去干活，进山打猎，差点没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消息骤起，甚至连作证的村妇都找好了。不会是谢承言？那究竟是谁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又要置我于死地？未来的君王可不能对一个女人太过在意。既如此，本宫这做姐姐的自然要帮她。舒小姐，他们说的可属实？回皇上，臣女在去往庄子的路上，的确买下一仆人，名为陈燕，是陈婶的养子。臣女见他武功高强，便许他每月3两银子，在庄子内保护臣女。臣女并不知道那是大皇子，所以说苛待一事也属实。我若说没有苛待，眼下这几个人的证词能将我淹死。望皇上恕罪，妹妹她一向娇蛮惯了，可能无意识的喝打了下人。放肆！赏感加20分，光环加20分。来人！父皇且慢！皇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流落在外之时，救过儿臣性命的婶娘重病，需要血肾，是舒小姐慷慨解囊，赠予血肾。儿臣死犯能安然回来，舒小姐功不可没。这么说，她并未苛待你？从未。他竟对我欺辱他，甚至想杀他的事，都只字未提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不错，舒家的小丫头果真品貌俱佳，朕要重重的赏她。赏感减30分，光环减30分。凭什么涨才20，跌的时候却是30分？张姐，打从你回来，我们姐弟2人还没好好说过话呢。改日我去公主府拜见张姐。那你如今可是都想起来了？也并未全部想起，不过不影响生活。那便好。这般急着入宫维护，看来这姓苏的在他心中远比本宫想的重要。殿下，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。你我婚期将近，本就不便见面，容易惹人闲话。往后你不必再派人来找我。可是你我见面之前从未这样过，可是厌弃雪儿了。系统，我要用光环值兑换，让谢青兰被我吸引。
宿主，您目前的光环值只剩5分，不足以兑换。3天内若没有增幅，你会直接失去大女主身份，变为炮灰女配。什么？大呼小叫些什么？我当初怎么会对这样一张脸心动？她长得也太普通了，甚至还不如她身边的丫鬟。殿下，我……不要与我这样说话，上不得台面。往后你若还是这般姿态，王妃的身份，我看你也担不起。啊！殿下，殿下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我就知上次是你换了我的相，对我图谋不轨。任凭娘娘处置。他怎么一副很享受的样子？大殿下，是否该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娘娘步步筹谋，不如教教我。你在影射我。放开我！你说当初船只着火，是长公主的人所为。他与水匪勾结被我发现，想要毁灭证据。妹妹啊，我始终想不通你与大皇子。大殿下，你怎么在我妹妹的床上？这不是为了配合舍妹的喜好，恐怕很快要称将军一声逆兄了。你哦，哎呀，刚好头疼，我得休息了。大殿下告罪。小姐，你为了给舒将军祈福，选择步行去寺庙，身子肯定累坏了吧？哥哥将要出征，我想为他求个平安，走上去才虔诚嘛。可问题你念叨的怎么都是在骂殿下？谁让他在哥哥面前侮我声誉？该骂，骂得好。呀！小姐小心！你说，小姐，我操！谢神爷，没事，让你受惊了。别说话，很快就会有人过来的。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。娘娘，从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知道这一生与你有关，只可惜太短暂了。我不要听你说这些，我要你活着。现在不杀我了？我不杀你了，谢晨宇，我不要你死。听到你说这些，我死而无憾了。可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！大公主，大殿下受了重伤，你快救救他。他受了重伤，你为什么还没死？你说什么？你还真是命大，这样都没死，还连累了阿燕。是您要杀我？为何？可我从未得罪过公主。阿燕太在乎你了，你该死！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。之前派来刺杀我的人，也是受你指使。
还有前世欺凌我、对我下毒的幕后主使，都是你。是又如何？你现在知道也太晚了。本宫死，你也活不了。阿燕，本宫要你亲手杀了他。张姐，你为何要这样？本宫都是为了你啊！为我好，高洁水匪也是为我好。本宫就知道你没我。不过阿燕，长姐这么做是真的为了你。你可知，长姐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想着你与我是血亲。是啊，你我是血亲，所以你们就都觉得我是妄想，是可耻。可只要我登上了巅峰之位，还有谁敢智慧我？你疯了！你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，害死那么多百姓，还暗中加害官员。不服本宫的人死了活该。等本宫做了女皇，所说的话就都是圣旨。阿燕，到时候长姐就把你囚起来，这样你就跑不掉了。放肆！身为我朝长公主，不是为百姓谋福祉，反倒草菅人命，残杀朝廷命官，这般暴虐无道，枉为公主！你诓我！来人，给朕拿下！我殿下，我对你的真心天地可见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我已经解除婚约，从今以后，本殿下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殿下！炮灰值加30分。什么？大小姐，如今您被悔婚，对国公府影响太大，国公爷吩咐把您送到庄子上去静养。我不去，我才是大女主，我不去！我殿下！父皇赐婚，你又收了我的聘礼，反悔不得。娘娘，我保证，今后的后宫仅你一人，绝不勉强你做你不愿之事。恕将军长军机处，来日方长。娘娘，你的喜欢可有几分？往后我说的都照做。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